哎，吃了已经。哇，这个叫什么羊肚蒸？这个好好吃。啊，真的好好吃。好，这样，就是我们还是来玩一个，就是国王游戏。好。来吧，来，抽，哈哈哈，抽，交给命运，谁是国王？叫号码。3、7，做一个小的场景啊，30秒。酒吧认识的要用英文去挑衅。哇！问他能不能什么去一起喝咖啡都行，随便。男的呀，太厉害了。两个男的。好期待2个男的好吗？哦。哇，你们俩玩30秒，30秒。快计时，快点。好，准备 ，Action， 开始。说英文呢 You are so amazing. You're so gorgeous. Oh my gosh. Wow. Can I borrow a drink for you? Really? 这感觉。OK，还有10秒。Peter, yes, tequila for her. Yeah. 时间够。好了，可以啊。Yeah, OK, yeah. 握手。背着做3个深蹲吧。26来，出来。我是2，我是6。你们俩怎么了？我们俩就这么有缘，我不忍心了。没事，来，那咋办？我都想去踢。你看，我背你吧，试试。给你加重了，你就当健身了啊！试一下。别摔了啊！我是主要我怕整个身体压在他身上，我怕他受不了。你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哇！两个了。徐工你在后面。徐工你在后面，对。做一个重量保护。好，3个了 ，OK。哇，完了，锻炼身体。来，我往把牌洗一下。别老是我呀！肯定不是你。你先抽。King 呢哦。5号跟6号。 5号跟6号，快要干嘛？先说。干嘛？互相做鬼脸。我要做鬼脸啊！对，做20秒。做20秒。不会又是你吧？3、26来，出来。我是2。又是你，宝宝。又是我。不是吧？怎么可能的呢？你知道为什么你老拿到2吗？因为像你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10、9、10、9、8、7。没有。又开始了，你不是在旁边加戏？再鬼一点嘛！再鬼，再来点。这个叫抛媚眼。可以了，20秒到了。我已经找了你1个上午了，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找你。Ken 在不在？Ken 哥在吗？你找 Ken 哥在吗？啊，这个房间。要敲男生房间这个行，我去敲了你的门，这是我这一辈子第1次敲男生的门。这样行不行？中午我点那个意面啊、比萨、鸡翅这些，晚上我们再做。行，我觉得量不用特别大，然后万一有人想吃。行。我们要上2楼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二楼不是都是女生的天地？对呀。我不能从3楼下楼吗？
不是，你不觉得每天他像时装秀一样？这个男生们可能在下面等你，然后你们再商量你们的事儿好吗？要商量我们的事。对，他们在下面等你。哎，不是，哎 ，Ken 啊，你到底会做菜吗？我就会简单的。好，那你给我做下手，好吧？啊，好嘞，好嘞。我们因为正好是组成搭档，是今天的轮班值日生，轮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吃的东西。我今天早上其实一大早就开始满世界的找他，就觉得因为他和我是搭档嘛，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跟他商量一下，然后他也给了一些很及时的一些建议。1v1歌词盲选约会即将开始，现在请男嘉宾选择一张你心仪的歌词明信片，与对应女嘉宾开启约会。我觉得昨天你做的很好吃啊。没有哎，就是随便加真的很好吃啊加常东西做一做，我就觉得去了超市，觉得哎有的就买，对，觉得大家他们配着饮料啊，边聊天边玩游戏，对，气氛很好。对，气氛很好。他们的气氛很好，我旁边就不要选到我，不要选到我。真的吗？心里是这么想的。我心里面对，不是不要抽中我，不要抽中我。我每次拿号码不要抽中我，不要抽中我，真的。我当时没有这些顾虑，我就是怕表现的不好。那我也会怕，第一我会怕表现的不好，第二我又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很其实我可以很外向，但是对熟的朋友我就可以很疯，就跟熟的朋友就玩得很疯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跟我是一样对，的。跟不熟朋友，这可能就我先听好，听你们说，我真的。对，我也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跟罗菲还讲，不是说玩到10点半吗？我跟罗菲讲，快点到时间，不要抽到，我让他聊久一点，那10点半我们就不用玩了。我也一样，其实是我也一样的。是啊，他们都玩得这么开心呢，那总不能少他们兴嘛。当然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会也很好笑。但是他们玩得开心，自己心里面也蛮对，很容易被带进去啊。对，是的，就是。其实刚好，其实也是因为有不同的性格。如果每一个都像我跟你的性格，当然就是我让他们每一天都是很无聊，他们一堆人不讲话，对，每天怎么这几位嘉宾都不说话的。只是大家还不熟悉，我觉得都很熟络的时候，我觉得很这可能又不一样了。对，只是我们融入的慢一些，我们需要时间。其实也好了，像有落差嘛，有他们前面在带。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嘛。也还好是有他们这样的个性。那秦汉涵、Ken 哥他们都是觉得，很多事情我觉得，我们都不用想，那你来。有的他好像他有时候他有很多主意啊，那我觉得可以啊，尤其是对我这样慢热的好，那你先是，我也是，但是我反而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种状态是懂对方的，对，我理解。就是，其实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看你不讲，我就应该是跟我，我猜是这样，我心里面是吧？就是对方不讲话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。对，所以我看到你，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跟我同一类人？对，第一天我就有这种感觉。是啊。比如说这几天我就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融入啊，或者是有些时候好像很尴尬啊。我觉得今天来讲，可能自己也放松了一点，都好感对会有增加，然后我自己也放松一点，对，好像对大家都没有那么有距离感，可能。我觉得和同类人相处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，就是我说出来我知道他能懂，也许说给另一个类型的人，他需要我们解释他才会懂那个点。如果不下雨的话，外面环境还是不错的。对，是的，而且洱海边。对啊，好像蛮不错的，可以坐边上那个蛮好看的。之前有来过大理吗？来过一次，那时候是自己租车自驾，这样逛。哦，那是来旅居了，当时就有时间嘛，就过来玩几天吧，那就来看看。对，
说经常会自己出行吗？我经常自己一个人到一些别的城市，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，随便走走，随便看看，就比较喜欢这样。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压力比较小一点，可能就是对，就是喜欢活在自己的空间里。也没有，其实也喜欢跟朋友一起，或者是以前跟女朋友一起，也喜欢这样。但是有些时刻又觉得啊，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也蛮舒服的，也喜欢有自己空间这样。就是可以享受自己的时光，是吧？是的，我蛮喜欢的。昨天做饭，感觉会做饭的男人很有魅力的。是吗？现在很多男人都会做饭的，我发现每个都还是少数的。就是您做厨师这个行业很久了吗？没有啊，其实我也不是当厨师，其实我是一个导师一样，我是来开课啊。有时候有些培训班，他们需要教法餐的或者教泰国料理，都会去教一下，都是这样的。有些朋友这样说我，他说：“哇，就你以前又做这个生意，又做那个的，现在你去做个厨房佬。”有朋友这样跟我说过，是吗？我说也不是，爱好。对，毕竟年龄到这边了，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嘛。你说啊，是的，我也是这样。就是我们俩其实说实话，像昨天那样，就是你也是队长，我也是队长，我其实觉得我们确实是都有一点那个样子的，就是都是属于喜欢照顾人，对，然后呢喜欢调节气氛，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又不是那么爱怎么样的人。但是其实就谁愿意去照顾别人呢？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善良吧。大家好，也不是为了怎么样。对，所以说可能我们的底色都还比较像，就是都还比较善良啊，然后希望对别人好。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，当你特别寂寞的时候，你就想热闹，就是说白了喜欢热闹，对，让变得很高兴开心，但这个热闹不能一直要热闹。那你平常会呼朋唤友这么玩？没有，我的性格是永远不会主动的交朋友。我也是。但是朋友叫我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好朋友，就是可能对看人就是会去了，就是喜欢，觉得应该见了，就比较纯粹。对，但我从来不会主动去交朋友，都被动式的。啊，我也是，我一般我连微信上我都不太主动跟人家说话，可能就说同性朋友或者说好朋友、好同学，我可能我都不太会主动聊天，不会主动的，对，也不会主动聊天，只是有事情去，对啊，很正常。就大部分时候都不太主动。对，我是很宅的。对。我有1个月，真的说实话，我就在家待着就挺舒服的，我都可以有时候不下楼。啊，你昨天还偷偷经过我房间看我那个房门敞开看了一眼吗？我不是偷偷的去，我今天去2楼的时候买了一些那个，我的妈呀，杀虫剂，还有那个肥皂。对，那肥皂是专门是洗内衣内裤的。对的。那我觉得这样放在那边也没必要。对，买那么多，一人1块就够了。对。其实1人半块都够。对，那很大，不是那对，人家不让卖半块。你可以拿个菜刀把它切开。而且杀虫剂也没必要买大堆，就放在中间，有那个喷就完了。是的。所以我们这么想的。哇，还是蛮会过日子的。还比较细致，因为做事情不是说只是做这个事情，前后，你不也是吗？刚才想的那个给人去做饭或者是中午饭，咱俩负责嘛？你会先主动的去问他们喜欢吃什么呀？对。谢谢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？我可以去照顾人，但是我那也不能一直这样呀，本来就是相互的，我是觉得这很正常的事情。对，当 leader 是操心的命，但是我就说你既然给我了，我就不退缩，认真做好，我就做好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了自己做不好就做不好。昨天做的可好了，好吗？我们回来的时候真的可有这个幸福感了。因为你们的这个反差感太大了，跟落汤鸡一样，回来以后看你们的表情一个个的。你穿衣服是也挺好看啊。啊，什么？小女人的感觉啊！我确实是觉得你的每一套衣服都可以去当成一个范本或者怎么样。没有了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界限很难把握。男生如果穿的有点过了，
那就有一夸张点的都有点过了。太就是发蝴蝶了，或者太那个了，就是说这种深色的时尚感其实是很难的。就是多看多去品，不一定所有衣服都适合你。对，就是我有时候老买一个类型的东西，就是其实可以的，希望不同风格，就是比如说多试一点。其实很多人就是一种风格，但是颜色呀、款式还是要有变化的。还有面料很重要啊。对，就是你任何的那种小女人都是比较飘逸的料子啊，或者是看着比较干净的。但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穿一些特别粗犷的。就是我很想去试一下说的。哎，想问一下，你要吃烧烤的话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都吃肉啊，什么都。那你最喜欢吃什么？牛肉啊，虾，可能这些吧。哦，虾，对，虾可以。我觉得，因为烧烤是这样的，说正常的话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下水东西，比如鸡胗。啊，对，这个也好吃。对，对，鸡胗好吃。豆制品有什么可以烤的吗？臭豆腐吗？臭豆腐烤吗？豆干啊，豆干就烤的嘛，刷点酱嘛，撒一点那种辣椒那种。台湾的话，他们豆干是涂那个沙茶酱。对，买点沙茶酱。沙茶好。不同风味的，在日本好像主要吃鸡肉串嘛。对，那个烧鸟嘛。烧鸟嘛，买个鱿鱼就切成片，然后呢，就是拿那个夹子就是这样翻翻的。可是采购呢？采购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咱们不管，那是他们的事，没有的话，咱们也就吃咱们自己的什么老母鸡了。我们就咱们就只吃烤老母鸡了。老母鸡也没有重点是，现在有点不安全感。没关系了，烧烤料、辣椒面、孜然颗粒，然后呢，烧烤调料，它是放在一个罐里混在一起的，你可以蘸着吃的。好，烧烤调料。哎呀，没想到，不然昨天在超市就一次性很多的。不能了，咱们拿不动了。没关系，要给今天的采购一些心，不然没事做好。对呀。我是赵磊，50岁了，单亲离异，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目前也是还有不错的一些观众缘。最大的魅力可能就是不装。你好，我是赵磊。你好。你的相册给我的震撼还蛮大的，然后你整个的人给我的感觉跟我看到的那种又不一样。对，我是以为你是设计师嘛，但我看到是像设计师，但是我没想到你是做厨艺。哎，那个《一饭封神》啊，像谢霆锋的那些节目啊什么的，那你是参加啊？哇，没有，当然更厉害的可能那些是要。你越这么讲，我越觉得你可能是最厉害的那个，只是不惜的去参加的。不是，其实我是自己兴趣，然后去学，大概10多年前。哦，那也是很久嘞。对。我本来想讲自己擅长的汉能煲汤，后来想对方香港人，我就不要再说了。香港人煲汤最厉害。对，我就不要再说了。除了我以外，我很少煲汤，因为都是我妈妈在煲。但煲汤有时我就很少。对，我觉得香港的就是你们煲汤放很多那种药材啊，对，这都是，而且很多那种啊，八爪鱼啊，就是那个是章鱼莲藕汤吧？章鱼莲藕汤，然后要放那个什么元贝，然后要放那个蚝丝。藕丝，那是对，你那个是莲藕汤吧？对，我就觉得那个汤就跟我们江南的莲藕汤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对，我们最多就放花生，对，就莲藕花生。所以我第一次去香港喝到很浓，都颜色很深，对不对？我噩梦的是喝过你们的生熟地汤。生熟地，汤茫茫耶，是啊，好苦啊。苦吗？还好吧。很苦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喝惯了。我也没有喝惯，但是也没有很苦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喝的时候，我第一感觉就是香港人好心疼，他喝药来当汤。但是他们习惯了，觉得身体有一点点煲个汤喝。养好汤啦，以前的 TVB 的片子不都是啊，煲汤养防雷啦。对啊，对，都是煲定汤等你翻。对。来吧，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先干一小杯，先喝一口暖先暖一下。对。可能我比较外放型的，我本身就是比较直接，会比较主动，然后他就是明显的会有点紧张，然后整个的状态各方面啊，我猜他是比我小的，可能会更加有点像我要去带动他。然后另外一位的话呢，看
查本里面的资料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小孩子气。哎，我看过好几次脱口秀，你看那个脱口秀就是你喜欢谁？没有特别的那种，就是喜欢谁啊？其实我更喜欢冷幽默，就是喜欢那种无意间那种。就是如果你要是用脱口秀的文本来讲的话，你就是属于就是我们讲的有点像暗梗啊，对，就是那种黑色幽默，好对像是这样。我喜欢那种的，当然也喜欢那种比较敞亮的是吧？就是比较就是让人笑的嘛。那你觉得我能做脱口秀吗？我们俩可以做漫才。漫才就是2个人的脱口秀。还有2人脱口秀？一般现在的叫单人喜剧嘛。啊。漫才就是2个人的，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演傻子，我演傻子，我帮你，我演那傻子，我觉得你可以演那个郭德纲的那个角色的。郭老师。对，郭老师。哟，我们俩差10公分，一个南京，一个北京，可以吧？您吃了吗？你现在北京话不这么说了啊？对，我知道。年轻人都不这么说。年轻人都不怎么说。年轻人很少会喝。哎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们豆汁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？臭豆腐的味道吗？我理解是绿豆汤发酵了以后的那种馊咸的，跟豆腐乳的味道接近吗？啊，不一样，也不一样是吧？是咸的嘛。哦，不，我觉得就是如果喝上瘾的话，其实是还是对。哎，你看我涂了个局部。可以吧？我觉得你这就照着我们北京的那个狮子，就是故宫前面那狮子做的。我们南京也有狮子。哦，对，都是京城嘛。对吧？哎，你去过我们南京吗？真没去过。真假的？真没去过。我北京好歹还去过几次出差呢，好吗？没去过，我就只是传说中就是南京那个是吧？鸭血粉丝汤，南京盐水鸭，那个最有名的树。哦，梧桐树啊，法国梧桐是吧？哦，那还好。鸭血粉丝汤，我经常点。我真的，鸭血粉丝汤我再配一些这种煎包。对，是的。啊，那是你，那不是上海的吗？不是啊，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的。OK，finish，完美。你养动物？养过猫。我养过狗。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什么都不想养。我们家的狗直接17岁才去世，所以我就不再养了。你们家小朋友18岁了。你有一个那个 The World's Best Dad 是你。我以为是个小朋友，因为我觉得一般给这种东西的，一般都是那种小做生意嘛。可以。教材。你对我还不错，我跟他们好好说说，你表演一个才艺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跟他们好好说，叫我不要表演了，行不行？行，我们都表演了，我放得了你，他们放不过你。别这样啊，哥哥。我没问题。帮忙嘛。那我替你表演一个，那你也得表演一个呀。那你替我表演一个呗，那我就不用表演了呗，行不行？那就这些，行啊，就是这些。这样看是个老鼠，真的，你看这样子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你生意了让你破费了。没，客气什么呀？自己人呢。我跟他们说，就不要表演节目了，就不要表演节目了。对，你让他们不要让我表演，行不行？我尽力，我这么说，但是他们同不同意，我怎么办呀？我都送这2个呢。你放心吧，我尽力。好吧。对吧？你都会唱歌啊，我都不会唱歌。唱歌没有伴奏，我唱不了。有伴奏的吗？当然有了。有伴奏是吧？多少钱一套？做了多少钱？你看一下。你帮我讲，不要付节目钱。两回事嘛。你要得欠你人情嘛，你告诉我多少钱？就你先帮我那个什么呗，今天晚上就不要让我演了嘛，真的。我也不是做主的呀。你个子这么高不能做主啊，真的是。我的那领是年龄最大的。那我也是里面年龄最大的。不一定。真的吗？
那你都年龄最大的，不能做个大哥跟他们说不要来欺负我了。他们把我当妈妈，碎嘴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这老家伙马上说，哎呦，真的是什么都偷心，什么都管，碎嘴你知道吗？不是，那我们俩进去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了，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因为我嘴也很碎。你越客气我越紧张，你今天晚上不会帮我说话去讲那个不演出的事儿啊？啊，别紧张，你等一下都要跟他们说北京话，都是北京来的，你要适应一下。不过我觉得你有北京的这种北方人的这种特点吗？就我北方人的特点，所以你们就不要这么不待见我嘛，就不要让我演出，别为难我了，行不行？没关系啊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对吧？演砸了也是演砸了，对吧？我们都这样那个年纪了，还怕别人说什么吗？何必呢？演得不好了能怎么样？你失去什么？那我就表演个别的，什么瑜伽啊之类的。对，随便你表演，随便，别放心的。求你，好好掰扯掰扯呗，不要让我唱歌了呗。开始，我反正这一路就模拟，不要让我唱歌，不要让我跳舞了呗。脱口秀讲不了，因为要稿子，因为脱口秀的稿子我们都是根据一些主题啊什么东西。你说今天这个对吧？别放松，别那个什么。我们讲什么呢？不重要，大家的心情都一样的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就看你表演就好了。那大家讲个故事吧。可以啊。故事就是我这次过来的时候，我的行李超重啦。可以，我觉得这样，我帮你啊，你就让你说我是做脱口秀的，真的蒙他们，我是做脱口秀的，这定调以后，你说再烂，他们也认为你不专业，对不对？你讲的这个，就跟刚才我那天问我一个朋友，他是内蒙人，我就问了他一句，我是真实问他一句，你会骑马吗？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多少话吗？他说对，他说我们内蒙人都应该骑马上学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后来我是说不，就跟说北京人似的，都喝豆汁嘛，是吧？要不咱俩说相声吧，我救你一把，咱俩一起演节目。行，对不对？那演什么主题？咱俩一起演个节目。你赶快编一个，就刚才你说什么行李的故事，完我就哼哼哈哈，然后，你骗他们，让他们不知道咱俩就是说刚才你不用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行，对吧？就现编一个啊，就说咱俩认识。咦，这好哎！都市长不完，他们说对，以前同行，以前见过，是同事。做一个项目的时候，你羡慕我。房地产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甲级写字楼，对吧？甲级写字楼，商业地产、工业地产，对吧？如果要是做行业内部，其实是有可能会撞到一起的。肯定会的。我觉得你这人不错，我为了你，我觉得我让他们每个人都演一个。我觉得你这人不错，我为了你，我觉得我让他们每个人都演一个。大家都再重新演一遍，这样大家都公平体验，是吧？谢谢哥哥。你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也不是让你那么尴尬，光看你一个人表演。我们俩跳个那个坑蛙坑滩。行，不重要，就是我跟着你跳就行了嘛，大家好玩就行了。我不会。那就看一个视频，对吧？跟你跳呗，对吧？别忘了啊，我们俩认识。之前你们在做项目的都知道，你来上海了还是我去北京？我就说去上海嘛，对吧？我不会唱歌，唱歌挺烂的。这最近很那个的了。本来应该匆匆啊，匆匆。本来应该匆匆中中有人有雨，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。睁眼说瞎话，你跟人什么了？哭什么哭啊？没出息。你这个决定还是要唱歌了是吧？我觉得唱歌比跳舞容易点儿。不，你放心，我让他们每个都演一个不就完了吗？好不好？那我们就集体跳一个舞就结束了。啊，不行，集体跳舞肯定你过不去的。我跟他们说了，都大不了自己他们再增加一个人，就是表演一下，让大家都觉得好像欢迎你。Ken 的话，他会给身边的人带来这种能量值的这种感觉，很舒服。好，到了，看看美不美？美。平时的一些爱好呢，很多人看到我可能会觉得我很爱运动，
但其实并没有。我是一个蛮懒的一个人，虽然现在有一些健身的项目，但是属于那种不出汗的，动一动就好，然后针对性的一些。然后平时的兴趣爱好会更加的偏于像阅读、骑行、像陆冲，会有一些探索性的、尝试性的一些小的手工，我也会去做。虽然我的性格这样外向啊，我觉得可能在感情的表白上面的话，我是希望是被表白的。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子的，就像我为什么对 Ken 很感兴趣，我觉得他跟我很像。我们会希望身边的人的氛围都是那种有能量场的。就首先这个不说话的过程，可能对我就是一个已经在养神了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可能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歌啊，看看书啊，继续听听那些什么播客啊，就获取这些一些输入的内容，会对自己会更加的有自信。下一次我的能量场出来的时候，会更高一点。但是其实我的能量储备的多，我哪怕是同样的表现，其实我耗的会比较少嘛。对，自己先排第一。对，现在已经长大了，自己先排第一。然后第二的话应该是家庭，那第三是事业，第四是爱情吧。对，我现在会找相似性的，比方说我的第一任的话，他互我首先我会觉得里面的什么时候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之间可以多鼓劲儿吧。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，每周4、周5看正片，周6看惊喜加更，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。每周日陪看正片，超多内容想不停。我们俩很像啊，那你是完全一样啊。懂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，我也知道哦，他不说话的原因。我觉得和同类人相处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。 Hello， 我猜是你的啊。Hello， 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可能是你。腾讯视频 TV 版、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沉浸，畅享极致视听体验。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追剧资讯，领取专属优惠。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、大屏观影等特权。腾讯视频 Jump 卡，年轻人专属会员，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，最新会员权益、福利资讯抢先知。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会很风趣，我们俩是非常的合拍的。